再来试玩给大家看，能拆卸不能分离的哦。我上手之后。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盖茨比。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这个 Steam Deck 蒸汽甲板。我是订的256G 的版本，是有出了3个版本的 Steam Deck。我订的时候超级抢手，等到了大概2022年的9月还8月的时候，才终于到货。然后呢，我订的版本是256G 的哦，它往下一阶还有一个就是64G 版本的，再往上一阶有一个512G 的版本的。那它3个都有附带这个吸型盒在里面哦。主要的不同是它的这个储存。内置的储存空间的大小不一样，在最高阶的版本呢，512G 的版本呢，除了这个内置硬碟 SSD 有变大，还有它有个特殊的这个萤幕的处理，做一个雾面的防指纹、防眩光的处理。大家看看就是自己的预算啊，还有自己的平时 Steam 的游戏库，你会想要有多少游戏同时存在你的 Steam Deck 上面，来决定你想要买的大小跟容量哦。那假设预算比较有限的朋友呢，也不妨考虑说买最低容量的，然后自己动手 DIY。不过大家还是要小心说你的 DIY 的能力够不够。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会 DIY 的人呢，或者是对这个基本的电脑硬体有稍微基本的了解的人呢，我还是建议你直接升级到他们的512G 的版本。那除了这个容量之外，你还有得到这个防眩光的萤幕哦。让我们继续开箱下去。这个 Steam Deck 到了很久了，那我一直就是迟迟没有开，因为我想要来拍这支开箱影片。那最近因为呢，《八方旅人2》终于推出了，那刚好又有同步推出这个，除了 PS5 跟 Switch 版本之外呢，也有推出这个 Steam 的版本哦。所以我为了想要玩这个《八方旅人2》，突然想到说，我有一颗 Steam Deck 一直摆在家里没有打开，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开箱 Steam Deck。看看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这个是外包装的部分哦，这边是有一些锂电池的警告的这个图示，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这个标志 ，Handle with Love， 然后呢这面朝上之类的易碎物品的标志，封的封箱胶带就给它贴起来了。好，拿了我的万能小美工刀，给它打开，给它的割开，粉丝先看。里面打开的样子，我打算来做全 YouTube 界最晚开箱 Steam Deck 的一个科技开箱博主，科技开箱 YouTuber。打开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它的简易操作，插入电源，反面呢就告诉你这个 Steam Deck 可以插 SD 卡 Micro SD 的地方，这样的一目了然啊。就是一张纸本体的方面呢，这边应该我相信它这个是充电的这个 USB-C 的这个充电器，我在讲什么？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它的本体啦，本体直接放在这个它的吸型盒里面哦。那再说一次，它这次买的3个版本都会送吸型包，那差别是512G 有这个防眩光的萤幕，然后呢256G 以上呢，它会送你一个特殊的这个 Steam 的这个用户框跟这个背景让你在玩家朋友之间闪现高人一等的不同之处。那如果你不 care 的话，买一个最小的去升级就好。玩缆车在船上等待期间可以玩的这个各种场景。那这个呢就是充电盒一样是用这个不环保的这种一般的胶带贴起来，圆形的。它这边有一个这个 Valve 色的这个 logo 在里面 ，Design by Valve Corporation。但是其实你用一般的这个 USB-C 的这个充电头，你自己有的话也不一定用它们的。打开了。好，一目了然，就一条 USB 的这个充电头不过这个有点可惜的是，它这个是不能做分离的哦。线的长度来看一下，如果不是买最初阶的，其实好歹也送一个这个，就是跟 Anchor 做这个一样，好歹也做一个像这样的比较高级的这个束线带吧。要多久要开多久？这个长度大概，蛮短的哦，大概1公尺的距离吧。然后呢，这个有点可惜是不能拆卸、不能分离的哦。这个 USB 的这个它纯粹就是充电的，然后这里也不能折叠，所以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旅行或者是携带的目的的话，自己去买一个充电器吧。如果你有的话，就不用再买了。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就将就着用吧。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瓦数哦，它这个附的这个 USB-C 的这个充电的，是国际通用的100伏到220伏特都可以使用的哦。
不用转接头啊。然后呢，它的这个瓦数呢是60瓦，50-60瓦的这个输出功率哦。但我不晓得这个 Steam Deck 最大的充电可以充到多少，待会我打正确的这个讯息打在旁边给大家看。好，这个就是充电线，没有什么特别的哦。然后呢，重头戏。开这个的 Steam Deck 啦，它放在这个西行包里面了，我觉得哦，这真的是值得嘉奖。我觉得这个 Valve 设计是蛮贴心的，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一个 Your games are going places， 就是这个你的游戏的终点站。然后呢，下面是有一个可以撕开的，但是其实你不用撕，你直接这样抽开就行，就是有点多此一举的设计啦，但是我可能会留着。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后面有一个塑旧袋。这个塑旧袋呢，就是放充电线的地方哦。然后你要吸行的时候呢，把这个塞进去，就会刚刚好。好，你懂我的意思，这样就不会掉。把这个线就把它弄进去就好。然后把它拿出来，打开本体。哎呀，这个有一个扣住的地方哦，有一个这个 Valve 的名牌在这里。好，打开来了，现在要来开箱啦。等一下拿 Switch 来跟大家比较一下。这个 Steam Deck 跟 Switch 它的这个尺寸的分别有多少？打开来给大家看。好，这就是这个 Steam Deck 哦的正面哦，它下面很贴心啊，附了一个这个白色袋子给你拉起来。那应该也没有这么难拿吧？你直接手伸进去拿得起来。好，这个完全的非常吻合哦，有送这个吸行包，非常的贴心，非常加分哦。我靠，这个它虽然以数据账面来说。比 Switch 重了蛮多的，但是我刚一拿起来，握起来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其实不会太重感觉手持的话，可能这样站着玩，我觉得可能玩个30分钟或1小时，手的可能都不会太酸。这个是初印象，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呢，我要把萤幕保护贴贴上去之后呢，再来试玩给大家看。待会见。我把这个萤幕保护贴安装了上去之后呢，先跟大家快速说一下我现在刚上手的这个几分钟的这个感想哦。第一个感想是它比我想象中的这个 Steam Deck 比我想象中的轻很多，基本上有点像是可以飞起来一样哦。我觉得它感觉是握起来不会觉得太重，然后呢，它本身的这个机子的这个外壳哦，我觉得塑胶感蛮重的哦，不晓得大家这样子看得出来，它本身的这个机壳是感觉是那种耐操的这种塑胶材质哦。它感觉是不太容易刮伤，然后它的清洁也蛮好清洁的这种材质，总体来说我觉得做的蛮好的，没有什么接缝处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外壳的材料选择来说，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廉价感。看到这个是它的这个 Micro SD 卡的插槽在这里，在底下的地方，然后上部的地方呢有一个 USB-C 的接头，电源键在这里，音量加减跟这个3.5耳机接口的地方。然后它正面呢，这里有2块触碰板，这个可以模拟滑游标的这个轨迹啊，当你当做一个触碰板使用，那它本身也可以按压下去的哦。然后2个这个蘑菇头跟一个十字键跟这个 XYAB 的这个键哦。上半部除了这个 L1、R1、L2、R2 之外呢，它的背面还有做这个自定义的按钮哦。它这个自定义的按钮，我刚刚按了一下，我觉得是有一点硬的哦，但它可能也要为了避免你误触的关系，所以做的比较稍微硬一点点。各位观众我把这个 Switch 拿来了，我的这个 Switch 版本是这个初代最早的版本，不是这个 OLED 的版本哦，已经被我玩了一段时间了。这个我是 Switch 刚出的时候就买的哦。Steam Deck 大概比这个重了蛮多的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是一个超放大版的这个 Switch 哦，它的这个宽度有大概多了1/4吧，它的这个横向的这个宽度，然后它的厚度呢也差不多厚了有1倍多哦，再加上这2边这个把手的地方，它这个伸长出来的地方，它的这个深度蛮好的哦，所以我觉得握感来说，我自己个人觉得比 Switch 好握，然后它拿起来感觉重心的平衡也比较好。Switch 真的是轻很多哦，但是因为它本身后面摇杆的部分呢没有做这个人体工学的这个握把，所以你在拿久的时候有点像是你的姿势会有点奇怪，有点像在拿一本书这样侧拿，薄薄的。但是它的优点就是比较轻，然后呢你可能拿久比较不容易手酸。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 Steam Deck 它的人体工学设计的比较好，感觉上直觉上来说，我这样子拿起来一下的感觉，我觉得它握起来是比较舒适的哦，比这个 Switch 舒适，但是重
也真的是中了蛮多的刚开机的时候有点类似这个苹果的登录画面。你刚买这个苹果笔电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语言显示你好啊 ，hello 啊，用不同的语言。反正我们就是一开始选这个语言呢先快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副的语言有哪些哦。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上 Steam Deck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语言都有吧。选择您的时区，选择您的网络好，设定一下网络，登录，连线成功，检查更新哦。它当然是要先安装这些更新档之类有无为不为。在之后的上手影片哦，我也会跟大家说它这个按键摇杆的配置，大家一开始还没有入手的玩家可能对这边有多所疑虑或者是这个触控板这边会不会离摇杆或画面太近，反而不好操作，或者是这个十字键跟这个A B X Y 键太靠近边边会不会不好操作？我会在之后的影片一并告诉大家我的想法跟我实测之后的感想。经过漫长的等待，这个更新终于要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刚就是经过这个简单的更新之后呢，这个机身你的风扇已经开始在运转，它本身是有这个风扇在这个上头的哦。那我刚刚也顺利的在这个电脑的 Steam 平台上面买了这个八方旅人骑鹿旅人的这个第2代。你只要在你的 Steam Deck 上面更新你的登入你的 Steam 的账号之后呢，就可以同步把你电脑的这个游戏库收藏库的所有游戏下载到你的 Steam Deck 上面啦。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 Steam 的这个游戏平台呢，它跟这个 Steam Deck 的用的运行软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支援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在这个 Steam 的这个平台上面呢，给大家看一下随便点一个游戏，假设我刚刚买的这个好了，这里有一个这个在 Steam Deck 上面尽情游玩，非常适合的 logo 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点进这个游戏之后，在下方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 Steam Deck 相容性已验证。这有分3种，已相容、不相容、可游玩，但是可能有一些可游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可能可以游玩，但是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小问题。游戏内的文字较小，可能不易阅读。此游戏在 Steam Deck 上执行可能会出现相容性警告，但是执行正常。但是测试是说是图像方面是没问题的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游戏都没问题。这一款这个也是已验证，有这个绿色小勾勾表示没问题的所以大家要在买游戏的时候看一下自己的 Steam 的游戏库是不是大部分的这个游戏都有支援到 Steam Deck 上面然后如果是第3方平台的，比如说你是Epic Game 的话呢，有一些玩家他有做了这个 Steam Deck 的这个软体支援到别的游戏平台、第3方游戏平台的这个游戏下载跟执行到这个 Steam Deck 上面，但是这个相容性呢，可能就没有官方支援的这么好。Steam Deck 有一个优点是，它除了运行这个他们自己做的 Linux 的这个 Steam Deck 的平台，可以直接安装 Windows， 所以你如果安装了 Windows 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游戏你都应该可以玩了。只是说可能它的效率上、效能上，或者是它的功耗上面会没有他们自己 Steam 来的有效率，所以大家要做一下取舍啦。那我本身买这个 Steam Deck 主要除了玩这个 Steam Deck 上面的我自己的游戏库的收藏之外呢，还有想玩这个以前游戏的这个模拟器我是一个从很久以前从任天堂就开始玩游戏的这个老玩家了，所以我对一些旧游戏情有独钟。那我也会在下次的影片一并跟大家讲我使用哪些模拟器，用起来执行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会不会需要常常充电呢？好，可以登录啦。各种认证完之后呢，总算登录啦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登录之后呢，它的选项是什么？这是教学模式啦，就是跟你说有哪些键有什么功用这是 Steam Deck 按一下，这个是快捷选单，这个是电源键，旁边这个是音量键就是在上面这里。我买的是256G 的版本当然我自己也有多买了一个扩充的 microSD， 所以我可能暂时不会换掉里面内置的 SSD。我刚刚在电脑的这个平台上面购买骑鹿旅人直接给它安装下来，安装所需空间。繁体中文我接受。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说我上手之后玩这些游戏我自己的感想这一集呢，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Steam Deck 开箱，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包装内容物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我下一集呢
我实际上手体验之后呢，我对 Steam Deck 的评价，它的电力啊，还有机能，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好了，影片的最后呢，希望我这支简单的 Steam Deck 开箱影片呢，对你有帮助。你有考虑要买 Steam Deck 吗？还是你已经买了呢？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告诉我。这支影片如果没有回答到你的话，好了，我是盖茨比，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拜拜。